看外形啊，这款小配件和我手头的这些边充边用是一模一样的。我一开始以为它的功能也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之前iPhone 15 Pro 一直是我老婆在用，所以这个配件到手之后我就一直放在那边，没有太多的研究啊。直到有一天我老婆在给儿子辅导作业的时候，我就拿来测试一下这个配件啊，没想到有和没有这个配件在 AR 眼镜连接 iPhone 15 Pro 上完全是两个体验。我也因此改用了 iPhone 15 Pro 来作为我的主力用机啊。当然，单独靠这个配件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搭配 iOS 端的 Spacewalker 这个软件很神奇啊！不借助这个配件的时候，去直连自家的 Virtual One 或者 Virtual Lite， 或者说去连接友商的这些 AR 眼镜啊，它们的功能是完全一致的。我是强烈建议，就是你有 AR 眼镜的 iPhone 15的用户去下载这个软件，去搭配自己的眼镜去玩一下这个软件啊。那我们也来看看目前4家观影 AR 眼镜，他们在 iOS 端上面上线了这些 APP 啊，它们的功能的差异。Spacewalker 主要强在空间视频的播放能力，以及 3D 啊或者 VR 全景视频这些的播放能力。在没有使用适配器 Pro 去连接眼镜和手机的时候， Spacewalker 的这个主界面就通过滑动手机屏幕的操作来横向的画面移动啊。当前画面下呢，我们可以通过手机的陀螺仪结合手机屏幕的触控进行操控，界面和操作都是非常直观简洁的。那主界面左边是快捷设置啊，中间是连续播放的一个宣传视频，然后右边是一些网页链接，底部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常驻的应用啊，包括浏览器啊、文档浏览啊、媒体播放器和照片墙，就可以同时放2个应用的窗口。那这个媒体播放器目前是 iOS 端最适配 AR 眼镜的播放器，可以直接来观看 3D 的视频，包括空间视频。那这2个功能目前你连接 AR 眼镜的时候，还需要手动切换 AR 眼镜的 3D 模式。那也可以看180和360这种 VR 视频啊，但因为它没有调用眼镜陀螺仪，你头转的时候，它的画面固定不可移动的。那当你使用上这个神奇的配件之后，不管有没有外接供电啊，我连接 Virtual One 这个眼镜之后，它就可以读取陀螺仪的眼镜的头控功能，左右转头的时候可以看到主界面就两侧的更多的内容。在应用全屏的时候，我还可以开启它的3道夫的那个定屏模式啊，包括还有一个是小窗口的一个行走模式，这时候它就会自动把那个电子变给关掉，就方便你看清环境啊。再加上它看 3D 视频啊、空间视频的时候，它会自动帮你切换这个眼镜的 3D 模式，那省掉了去按键这个多余的步骤。再最重要的就是看那些 VR 180、360之后，我就可以转头去看更多的内容了。当然了，因为这些陀螺仪啊，包括 3D 的切换信号啊，这些都是只能针对 Virtual 自家的眼镜去读取啊。这些其他眼镜上这些功能是不能起效的，所以这款神奇的配件就让 iPhone 15系列搭配 AR 眼镜就不仅仅是一个空间拍摄设备了，而是真正成为一个空间计算设备啊。那至于之前的 Lightning 接口的 iPhone 系列，可以通过这款599价格的带 HDMI 适配器的来实现上述功能。那目前这么来看的话， Virtual 的 AR 眼镜从软硬结合体验的方面来说，是 iPhone 系列的最佳搭档。那这个适配器 Pro 的供电效果如何？当然了，由于我那些充电器的差异啊，我目前的测试结果和厂家标称的还是不一样的。除了手感来说， Virtual 这个表面有点亲肤材质啊，相对于这种铝合金带来的冰凉感和那种摩擦的那种尖的声音啊，会让一些朋友带来一些不适感的。Virtual 厂家针对这个 Space 系列啊，还推出了安卓和 Mac 端。安卓端呢是很像 iOS 端的简化版，Mac 端呢就类似于 X6 的那个 Nebula for Mac， 功能上它可调节的这些能力要更多一些。我还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调节能力，就是低头关电子变的能力。就是我把这个功能打开之后，当我低头去看键盘或者说看电脑屏幕的时候，它就自动帮我这个电子变给关掉了，这样你看这些东西就更清晰了。然后当我抬头去看这个屏幕的内容的时候，它又电子变就自动开启了，让我就看的内容就更清晰。最重要的这个3道夫性能啊，它的整个来说，它的稳定性包括频闪方面感受都是和 Nebula 保持一致的。但是呢，当我们转动头部的时候， Spacewalker 的桌面就明显看到一个就是拉伸跟变形的一个拖影过程，略会影响一些观感。除了上面我介绍这个苹果手机实现空间计算的小配件以外，作为海外王者归来的 Virtual， 它的眼镜包括挂脖主机以及一些周边的配件啊，还是有很多行业的创新的。这些首创的和目前后续友商跟进的这些区别啊，我也针对性的进行了一些对比啊。Virtual One 眼镜的话，它本身还是有很多的业内首创的，譬如说它这个电子变色，
包括它那个内置的无算力的3道符能力。眼镜的电子变功能，其他AR 眼镜厂家的话是在2023年下半年开始才逐渐量产，包括我手头有3台 AirNote A1、X-Real Air2 Pro。我手头这台 Virtual One 它的电子变色膜跟 X-Real Air2 Pro 它的两个的变色速度也好，包括它那个调节范围也好，都是基本上保持一致的。都是比 AirNote A1 要快一点，调节范围要大一点。我也跟朋友借过他的那台 Virtual One， 它是另一个版本的电子变，它的调节范围是没有这款这么多的。但是呢，它的特色就是没有一个偏振效果，就是我们去看手机屏幕也好，电脑屏幕也好，就是出现那种纹路啊。后期 Virtual 它会推第3个版本，就会又有这个调节范围，又没有这个偏振效果。所以如果说你对这方面比较在意的话，最好是选择第3个版本。我在感受 Virtual One 这个电子变色的时候，我有关注到它这个正面隐私的漏光情况，把它调节到最大亮度啊。那虽然它的最大亮度相对目前主流的这些眼镜略小啊，大概100个尼特样子，包括把电子变弄到最透的情况下，它的漏光是很不明显的，这一点相对其他 BB 方案的眼镜还是优势比较明显的。再来看看行业上首先应用的这个无算力3道符能力啊，这个功能我之前在联想的 T1 上已经体验过了，应该说这个是视牙这个屏幕厂家带来的一个黑科技啊。Virtual One 首先进行了应用的量产，通过连按3次这个功能键啊来开启这个3道符。尝试下来呢 ，Virtual One 它这个就无算力3道符，它的频闪情况和非3道符情况下是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但是呢，当我们移动头部的时候，看边角或怎么样的时候，它就整个屏幕的形变拉伸这种拖影情况就是比较明显的。此外，底部内容在移动的时候也容易断层啊，所以整体的话就不太适合你移动的太快啊或者很频繁的情况。此外呢，如果说你是静止不动的时候呢，它的眼睛的画面就是会慢慢漂移的。还有在联想 T1 上体验的时候也说到的，就是它没有办法去调节它的画面的大小，包括远近这些参数啊。如果此时你要去改变这个定屏的位置啊，那我需要首先去把它解除这个3道符，然后呢调整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再重新开启3道符，然后这个屏幕再重新调整过来。此外，我觉得Virtual 最厉害的一点就是它的3D 模式下依然可以这个无算力3道符。首先呢是通过长按这个功能键啊，这个功能键的确承载了太多的功能了，就长按3秒，它就把它 3D 模式开启了，就是那个38401080模式，然后呢再通过连续按3次功能键，就把这个屏幕就定在那里。这个时候 3D 还是依然是保持 3D 的，屏幕也是继续定在那里，这个也是 Virtual 独家的啊。那回到它的影音能力的本身啊，毕竟作为一款观影游戏设备来说，这个还是蛮重要的一点啊。目前显示方面，它的画面大小和主流的观影眼镜还是有一点点差距的。那当然，这个画面小就其实也带来另外一个优势，就看那个边角模糊的情况的人会更少一点。色彩方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用 iPhone 15 Pro 直接拍摄它的屏幕内容和原视频的一个对比啊。在我这个佩戴条件下，也可能是眼睛个体的问题啊，我就感觉它的左上角这个边是有一点点畸变的，就不是太明显啊。它自带有500度的屈光调节，它这个自带屈光调节会导致这个画面大小的变化。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你的左右眼度数相差比较多，那这2个画面大小不同，造成你2个眼睛合相就比较困难。此外，屈光调节它度数比较高的时候，它这个顶上的屏幕会下探的比较多啊，就造成那个它本来有一个遮挡顶部眩光的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挡住它，会看到上面这一圈眩光的。除此之外，它的整体视野这个画面都是蛮干净的，包括它的亮度呢，你搭配电子变在户外的时候也是够用的。Virtual 和哈曼合作的这个镜腿音质提供了不错的一个声音沉浸感。眼镜的兼容性还是不错的，它和我手头的这些第三方的手持智能终端，包括那些转接器也好，都是兼容的。磁吸线这个功能呢，也是 Virtual One 在量产观影 AR 眼镜上首次应用啊。磁吸线的优势可以实现快速的一个连接，包括盲操这种，当然也带来了更好的镜腿的防水能力啊，包括我们在使用过程中拉扯的时候的这种安全分离的能力啊。磁吸设计之初呢，主要是为了搭配自家的这个挂脖主机去快速连接啊。当然，磁吸线也会面临一些比较难受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侧躺的时候，头部动一下，它就容易断联，还容易夹头发。那包括如果说你使用存放环境有点恶劣，铁屑的这种灰尘啊，就影响它的稳定性啊。Virtual One 呢，为这个磁吸的一些痛点呢，也
做了一些改进啊，加了这么个硅胶套，它是可以减少夹头发的情况。那磁吸线呢，目前相对来说比其他 Type-C 的这种视频连接线要更粗一点啊，也更重一点啊。Virtual One 这款挂脖主机是我继 In-Air Pro 之后体验的第2款挂脖主机啊，我直接把2个挂脖主机的一些参数和续航发热这些测试结果就列出来了。目前它2款挂脖主机都可以连接第三方的眼镜去使用。那 In-Air Pro 呢，它的主机因为横向的这个转投的一刀斧能力是需要借助自家眼镜的这个陀螺仪的，所以其他眼镜连上去的话，就只能显示最中心的窗口位置。而 Virtual 这个挂脖主机目前搭配官方新上线的那个159的磁吸转接头啊，就可以去连接第三方的眼镜使用。这个也是让更多人用更小的成本去体验到这款优质的挂脖主机了。不过这款主机它是更适合右侧接口的眼镜的，譬如雷鸟 Air 2。左侧接口的眼镜呢，因为它这个连接线有点不够长，所以用起来会有点麻烦。这个主机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它右边不是有个 Type-C 口嘛，不仅可以用它来充电，边充边用啊，也可以用来读取数据。不过呢，它需要在设置里面去开启一个主机的功能啊，那这个时候呢，不能用来边充边用了。目前对于挂脖主机来说，发热问题永远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Virtual One 它是怎么处理这个发热问题呢？一个是它把这块主机就斜向这样放置，这样子就是尽最大可能减少整体的皮肤接触的可能性啊。那再一个就是它的挂脖的这个设计啊，让前端就是有点外翘这个形式，基本上是不会碰到人体的。然后呢，它那个发热单元是在位于右侧镜腿啊，配备了主动散热，对于减少它的发热，包括它的性能的这个稳定输出也是很好的一个保证啊。不过呢，它这个全速运行的时候，这个分散声音还是比较吵的。说到发热，Virtual One本身的眼镜发热也是集成在右侧镜腿前端这里，跟人体皮肤依然是没有接触的。它的形态上也是首次搞成这种可折叠的形状，来减少这个收纳体积。不过目前这个收纳袋的方式，我感觉还是有点不放心的，特别怕它转轴位置被它压到了、压断掉或怎么样。我之前借的那台它有续航包，整体体积和重量就大了一点，就续航焦虑就更少了。眼镜本身收纳倒很不错，就有一个磁吸分隔区来方便连接线这个收纳。我这里呢勉强还可以把这个转接机 Pro 也给塞在里面。那关于这个挂脖主机的交互啊，除了机身它自带了13个按键，提供比较周全的一个控制逻辑啊，但是这个盲操作起来真的需要一个蛮长的适应过程。我特别容易忘记就是哪个键是返回键，哪个键是主页键啊，包括它那个方向键啊，也是因为有点斜嘛，不是跟正常的你是正上正下正左正右这样，包括在跟画面上上下左右右跟这个又是不是一个方向的，操作逻辑上有一点混乱。那系统呢，还是基于眼镜陀螺仪的一个投控方式啊，适用的是作为一些非电视应用的一个补充交互。当然，我觉得最好的还是它搭配的这款手机端的它这个远程控制这个软件啊，它可以把它切换成触控和方向键，这触控灵敏度还是可以的，包括底下是返回和主页，还可以获取二维码。因为手机毕竟是我们经常会随身携带的，就偶尔用它来操作一下也是比较方便的。包括挂脖主机里面一些少量的文字输入啊，也可以通过手机的输入方式来减少我们在眼睛上去选择的话就太夸张了，除非你再去连接一个蓝牙键盘。Virtual 挂脖主机主要它就是内置了 PS 啊、Xbox 啊，包括 PC 的这些串流的功能。我还专门去借了一个 PS5 来感受了一下，操控还是蛮方便的。只要不是什么赛车啊，或者说 FPS 游戏之类的，整体的延迟感在我这个网络环境下还是可以接受的。内置的 3D 播放器还是比较厉害的。如果说你的片源是标准的 3D 左右格式啊，38401080的那种视频，那它播放的时候自动会把眼镜的 3D 模式也给切换好，还可以读取一些外置的这些同名的 SRT 的字幕文件啊。目前呢，这个字幕是左右是断的，但是呢，他们的新版本是已经上了这个立体的字幕的能力了，这个功能应该是独家的。然后我们可以在主界面右上角去切换它那个字幕和音轨这种。目前我测试的几个格式，它的播放影音都是正常的。视频文件除了我可以通过 USB 数据线直接拷贝过去，也可以通过之前介绍的那个设置它的主机模式来连接 U 盘使用。目前软件还不支持读取局域网 NAS 之类的设备来观影啊，那期待后续去升级这个功能。通过双击这个按键啊，它可以快速的切换到同款的这个行走模式，然后电子变色呢它会关闭，然后页面呢就缩小到边上的一个小角上，4个角都可以自由设置的。这个操作就往我们临时有一些事情啊，你去上个厕所啊，或者说搞点零食吃啊什么的，就可以快速的这么切换一下，就可以直接走了，不用中断这个观看内容去拿下眼镜这种啊。那当然户外步行的时候，它这个小窗模式，因为本身眼镜亮度就不是太高嘛，
这个时候又是电自变是全透的，显示的亮度是有点不足的。那如果说这个时候局部遮光这个技术安排上的话，那这个体验会好很多。毕竟因为它只有4个固定的角落是需要这个电自变嘛，这个肯定比实施那些动态的局部遮光是要更容易一些。Virtual 家的这个魔宝屋相对于 Beam 和 JoyDock， 它最大创新就是支持双眼镜的输出啊。目前能这么做的，我之前只在那个4响的 H11上，包括 Govis D4上。Govis D4呢，它一个口还是 HDMI 的，还需要再转接一下，也不是说是2个 Type-C 口，这些设备上见过。但是他们那些都是独立的安卓系统啊，跟魔宝屋又是不同类型的设备。魔宝屋它一共有4个接口，除了最有特色的这个双眼镜输出以外，正中间的就是那个充电连接 Switch 啊，以及其他的 DP 输出的这些设备，包括 iPhone 15 Pro 啊，或者说华为手机这些，给他们也在充电啊。最左侧的是 HDMI 接口，就可以去连接电脑啊、PS5 啊、Xbox 这些 HDMI 接口来使用。其实它这个口最合适的就是那种 HDMI 接口的这种电视棒，这个中间这个口是可以给电视棒去供电的，这样一套就是非常简洁的双人观影设备了。魔宝屋它的电池容量是13000毫安时，它这标识是很看不清的，我有点担心，就是在机场的时候可能会被安检人员给刁难。那连接 Switch 和单眼镜的时候，因为我手头只有一个 Virtual 眼镜，它的续航是5个小时。那这个续航呢，同时还是给 Switch 一直就是保持它的满电的。如果说是连接的 HDMI 设备，它可以使用12个小时。此时呢，空出的这个 Type-C 输入接口呢，还可以同时充电。目前魔宝屋它还是不能适配其他的 AR 眼镜，包括便携屏也不行啊，还是挺可惜的。目前对我而言 ，Virtual One 带给我的最大惊喜就是通过适配器 Pro 来连接 iPhone 15系列，来实现 iOS 端的真正的空间计算。此外，魔宝屋的双输出也是满足了很多人想2个人玩这个需求。当然，眼镜本身它这个正面的隐私漏光控制技术也是一个亮点，挂脖主机的整体体验也比较流畅。一些人性化设置，比如说我低头关电自变，包括那个小窗模式联动关电自变，还有包括多端的这些小创新的一致性啊，也都是提升使用它便利性的一个好的创新啊。如果说是有以上方面这些痛点的需求，我觉得是挺适合购买这款设备的。那今天我对 Virtual One 以及它周边这一对配件，它这个体验分享就到这里，感谢你的关注，我们下个视频再见。